現在的经濟為什麼差？我可以告訴你，還有人說刺激，咋刺激？09年能刺激是因為所有的居民部门有儲蓄、穩定且低负债。現在是沒儲蓄、不穩定，更重要的是睁眼全是債。簡單講，年輕人槓桿加不动，這才是最大的風險。隔壁的香港在幹嘛？有才，歡迎你來，對吧？我们香港特首，对吧？前一段时间天天的在广深在那晃荡的，不就是邀請你們去嗎？但是你跟他說，你說我沒錢，我家裡也沒錢，我就是一個窮小子一個，那對不起，你別過來，對吧？你來我不要，因為我要你的根本是你有錢，你能接得住，你能加得住槓桿。房價到達一定程度，人自然没法生。隔壁的韓國如此，日本如此，中國亦如此。也就是可以从宏觀上去解釋一句話：槓桿率到達一定程度是要還債的。中國現在的大體情況是，未來的5到10年基本處在加完槓桿後還債的年代。中國現在所有的企業非常簡單，會內捲的，會捲得一塌糊塗、稀里糊塗的。原因很簡單，市場只有國內了。2018年開始的中美貿易戰逆全球化，鬼佬就是要把我們踢出去。這個我從18年中美貿易戰開打之後，我就跟他們說，不是貿易，不是科技，不是技術，是全面的逆全球化脫鈎。就是中国，我可以告訴大家，比如說國内的消費品啊，你們記住一點，可能高端消費永遠是那些 LV、GUCCI、Prada 給富人的，但是中國過去的10年還投了一波叫中產階級消費，沒錯吧？但是中產階級消費的終結的節點是中產階級的槓桿，中產階級的槓桿達到一定程度，中產階級消費就會停擺，我們會進入一個很典型的低欲望社會，就年輕人開始想明白了。不結婚挺好，哎，不生孩子挺好，哎，這個不買房也不錯，哎，這個手機呢也不用換嘛，這個還是可以用的嘛。然後這個對吧，蜜雪冰城的咖啡雖然難喝點，但是還可以嘛，沒必要去喝星巴克嘛。這個時候注意，一旦到了這個程度，中國會迅速出現這種情況。你們如果仔細的跟現在比較窮的年輕人打交道，你們就會發現，你跟富二代、富三代打交道看不出來的。所以中國現在也是典型的 K 字形，知道嗎？所以說你看到所有数据的時候，千萬別把它當成全面性。比如很多人會看到銀行儲蓄存款多少多少多少，千萬別把它當成是所有人的。你存2億，人家存10塊錢，一平均人家是富豪了呢。這玩意兒能用平均值嗎？中國也是在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巨大的 K 字形社會。證監會報備的這些首經中間呢，可能我是唯一一個不太正經的首經。為什麼呢？因為我一不是幹學術出身的，第二我不是你們想象中的官員出身的。那我以前呢一直在这个倫敦呢是做 hedge fund 出身的，做对冲基金的。那所以說呢，我對經濟金融的理解那完全的不太一樣啊，完全的不太一樣。甚至可以說過去的我是09年的6月份左右我們回到國內的。回到國內以後，我一會兒大概有時間的話，我會跟大家簡單的講一下啊，因為基本上我們的每一個時間點的腳步啊，都是一個重要的節點。當然了，我想說，可能在座的各位你們知道，如果讓我總結過去的，我們說這個時間節點的話，08年的金融危機以後的09年是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那麼也恭喜這個我們的匯豐及匯豐的客戶啊，因為跟你們第一次合作開始的去年11月份到今年，在座的各位，你們將迎來第2個重要的節點。當然了，這個節點我只能這麼說，不太好。如果說在座的各位，我們說不是這個私行的啊，如果只是普通的這個銀行客戶，甚至年齡稍微年輕一點的話，我可能會跟你們說，哎呀，這個可能對於很多年輕人來講，最好的一個時代結束了啊！我看見後邊有工作人員在笑，對，這裡邊存在着這種這個情況。那到底發生了什麼？我這個先給大家看幾個詞哈，這是 PPT 做不成快閃啊，沒有那麼高的這個做 PPT 的技術啊，這個大家不用排這個東西，對吧？安安靜靜的聽其實很關鍵。其實這張圖裡，你們從左上角到右下角，從左下角到右上角啊，你大概看到了幾個非常熱門的這個東西啊。你看到了，比如說巴菲特剛剛開完年會，但其實更重要的是，巴菲特剛去了日本，哎，這個才是關鍵，對吧？你不要覺得他開這個奧馬哈開會，這個不是關鍵，關鍵是
老頭在2011年去了日本，在最近刚去了日本，为什么？90多岁了，让你飞趟日本，你愿意飛吗？当然了，如果说告訴你飞一趟日本能夠掙大錢，那你估計想一想，我忍了，對吧？年齡我也忍了，航班我也忍了。這些人，我們說他的行動一定有一些特殊的因素。這就像2012年的這個大概也就是這個時間，我們在香港當時跟這個索羅斯基金的一個中國人裡邊辦事處裡面的一個中國人吃飯。當時呢，他跟我講，他說，索羅斯基金的本森特呢，剛剛從香港轉機去了日本，12年的4月份、5月份的樣子。我當時就極其的敏感，為什麼呢？我就是因為對於他們來講，我非常的了解，沒有事情是不會到處溜達的，對吧？所以我當時的第一反應是，他為什麼會去了日本？他們去日本幹嘛？索羅斯基金真正的實控人不是索羅斯了，老頭年齡都多大了，對吧？這都交給專業的管理人了，實際人是本森特。那12年的4月份，我在香港得知他在這兒轉機去了日本，我回到北京，我第一件事情趕緊的把日本所有的資料拉出來，我要看看為什麼他會去。看完之後，大概在7、8月份，我也飛了一趟日本。回來之後呢，各家金融機構呢就這個邀請我說，副總，你跟我們分享一下日本到底在發生什麼。當然了，到12年的年中，我相信再往後幾年，你們就知道日本發生了什麼。你們看到了安倍晉三的上台，你看到了安倍晉三的3支箭，你看到了日本日元的大幅度的貶值，對吧？所以說你要想過沒，巴菲特去日本幹嘛？那麼這條線裡延伸過來，你一定會看到日本商社，對吧？大家會看到，過去2年，巴菲特一直在買日本的這5大商社，對吧？三井啊、三菱啊、伊藤忠啊，就是大家都熟悉的這些日本的這種財團的商社，他為什麼去買它？然後大家還看到呢，巴菲特在過去的2年一直在買埃克森美孚和西方石油，他在幹嘛？有人說了，巴菲特在賭油價上漲。我只能說，如果你講這種話的話，你金融基本沒入門，對吧？基本沒入門，是嗎？他跟右側的這個現金奶牛 ETF 還有木頭姐的 ARKK 什麼關係？比如說像深圳很多，對吧？南山，對吧？我們有很多的科技型公司，对吧？有騰訊等等，大家對木頭姐、對 ARKK、對顛覆性創新、對高科技、對新技術，你們是了如指掌。但是我可以這麼說，我不懂編程，我也不懂代碼，我 C++ 都沒學會，對吧？但是我想說的是，任何的技術創新在某些環節中，它是由資金來決定的。技術人員只是其中一環，沒有錢，沒有便宜的錢，一切都是假的。所以技術的進步的背後有個很關鍵的因素，就是錢，錢多錢少，錢貴錢便宜，你的投資將完全不同。那麼木頭姐 ARKK 背後代表了什麼？在前2年的時候，我說木頭姐基本 game over 了，對吧？為什麼？比如說昨天還是前天，你們看到軟銀的孫正義基本上把所有的阿里巴巴的資金賣掉了，開始往回抽回資金，為什麼？他的時代，他的40年是什麼樣的一個大環境？我經常包括我給我自己的子女都講一句話，你記住一點，99%的命運，1%的努力，不是99%的努力，1%的命運，錯。這個大勢極其的重要，這個大勢或許也就是我們真正我們說在金融市場打拼，我們能夠獲得的，其實就是能夠告訴大家這個大勢究竟是什麼。一會兒我會跟大家解釋。當然了，你們還會發現呢，當然最近的這段時間很熱，你發現國內好像在炒中特估，在炒央企股東回報，在炒紅利指數，他在炒嗎？他在幹嘛？你還看到前2年很火的新能源，在這兒被我給標上了綠色。它對標，如果對標上面的話，實際上就是美國的現金 ETF 和木头姐 ARKK。然後右側呢，我給大家放了最核心的美債利差。美債利差是什麼東西？可以這麼簡單理解，全球資金的成本。好了，把這張圖揉吧串在一起，你們腦子裡能得到什麼樣的信息嗎？那我可以告訴你，這張圖上發生的所有的事情就指向一個答案，這個答案是一個。這張圖至關重要。大家也不用去拍，你要如果想看，对吧？新浪微博上有這個原圖高清大的，點開了就 OK 了我更希望的是大家認真的去理解，因為如果在座的各位都是幹實體出身的，如果在座的各位都是比如說搞 IT 出身的、互聯網出身的，不是專門幹金融的話，這個東西確實對你們理解上會有點難度。我盡量的用最淺顯、通俗易懂的話給大家講清楚當然了，我也相信你們不可能從國內的所謂的首經耳中聽到這種話的，因為簡單講，這個才是真正的金融市場。這個東西是什麼？當然了，從從路透上面你們直接可以看到 USEYT 減 US10T 什麼東西呢？美國1年期国債收益率和10年期國債收益率的差值，
注意哦，是差值。为什么给大家放？因为比如说在座的各位如果懂商品期货的话，你们知道我们的所有东西都有一个概念，叫做当期价格和远期价格，对吧？如果说再让大家通俗点理解的话，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深圳的这个电子市场里老板会问你，你是今天要拿货还是5天后要拿货，你就可以理解这就是当期和远期的概念。那么資金呢，1年期你可以簡單的理解成就是當期資金價格，10年期呢你可以理解成拉長10年以後的資金價格。但是我想說的是，實際上我們這個1和10的概念是什麼？10年期大概等同於經濟增長，也就是簡單講，你可以理解的就是遠期的資金那個利率大概是怎麼去定的呢？說到底是由全社會提供的投資回報來反映的。但是你的短期資金跟你的長期回報並不一定是吻合的。那麼孫正義的40年，或者說我的上半輩子，我們的40年究竟獲得了什麼？甚至我可以說在座各位我們的40年究竟獲得什麼？比如說我們40年是因為改革開放，我們的40年是因為改革開放以後獲得的生產加工製造。我可以告訴大家，不完全是。我們這40年從1982年開始的這40年，你會發現在這張圖上大部分的時間這個數字一直在0以下，沒錯吧？這40年一直在0以下啥意思？如果我們把它翻譯成那邊的利率曲線的話，就是你的短期資金在這兒，你的長期資金在這兒，這兩者之間的差值就是這個波動。那什麼意思呢？這張圖在過去的40年就告訴你一件事情，我們過去的40年的大部分時間短期利率低於經濟增長。那大家明白什麼意思了嗎？如果說比如說你現在幹的一個企業，你預期你未來的3到5年你能獲得10%左右的利潤，而現在的銀行，比如說匯豐銀行說了，我提供給你的借貸成本只有3%，你知道你該幹嘛了嗎？金融你只需要教會孩子一件事情，借便宜的錢，投高息的回報。本質上金融的核心除了研究經濟、研究長期回報以外，還有個很重要的手勢，從哪兒借錢，能不能借到便宜的錢，能不能在便宜的錢上面借更多的錢。那麼今年發生了什麼事情？我相信在座各位，剛才我問你的，我說我都不用猜，我都知道你的客戶啥情況。匯豐現在錢便不便宜呢？非常便宜，金貸非常便宜。你問你的客戶借不借？不借。為什麼？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了，不是說便宜的錢就一定能夠刺激起來借貸。如果是這種情況的話，你就不用去考慮日本了。日本90年房地產泡沫破裂以後，利率水平給你幹到0，你都不借。為什麼？因為沒有資產回報啊。這個怎麼反映在我們的全球這個利率上呢？簡單講，這個數字在0以上。當這個數字在0以上的時候，它代表着你現在的借貸資金成本在這兒，你的投資回報在下頭。誰借？你借嗎？比如說現在舉個例子，中國的借貸成本，咱們說就算你能從銀行很順利的拿到，對吧？經營貸 LPR 不給你加點，全部都給你算進去，你發現你的投資回報率是0，或者投資回報率是1，3的資金我也不借。那麼我們過去的價差是多少呢？大家可以看，我們基本上逢危機之後最大的價差是350 BP，啥意思？如果以美元借貸成本去衡量的話，就是經濟增長還能給我提供4的回報，而利率已經降到0了。說的是哪一年？09年。然後過去的40年，我們所有的人，包括中國現在在幹金融的大部分的人，為啥我要給你舉巴菲特？你記住一點，你活多大年齡決定了你見過多大世面。我們現在在中國從事金融的大部分的人，有見過40年前國際市場是什麼情況嗎？巴菲特90多了，芒格明年就100了，對吧？用我的話說，你要活到那個年齡，你啥都見過了。那有人說，副總你見過嗎？哎，沒見過。但對不起，我比很多人幸運的是，我的職業生涯開始的時候，帶我的人見過。更關鍵的是，他給你傳承，他給你講過。當然了，這個不違背任何的金融理念，它金融理念特別簡單，借便宜的錢去賺高息的回報，就這麼簡單。我們過去的40年，大家其實我想說的是，在座各位喜不喜歡危機啊？過去40年，我可以告訴你，記住一點，一定要喜歡危機。可能是幹實體的人不喜歡，但我可以告訴你，幹金融的人，我們超級的喜歡危機。因為每一次危機的到來將帶來一次年輕人特別喜歡的機會，叫每一次危機來，賭一賭，單車變摩托。這個賭是什麼呢？你就賭危機爆發之後，
全球的政府和央行永远只会干一件事儿。每一次危机爆发的时候，全球的央行只会干一件事儿：放水降息，放水降更多的息，放更多的水降更多的息。那么你猜猜现在老百姓的思维是什么？现在干金融的这帮人过去的一年在想什么？所有人现在都在想一件事情：美国要崩了，美国要衰退了，最好美国马上崩，立刻崩，我们马上迎来美联储下一次降息，而且利率变得更低。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么想嗎？因为非常简单，如果这件事情不发生，将意味着所有要赌博的人没得赌。真正可怕的不是開大開小，真正可怕的是它不開。你去澳門，你問問賭徒，我可以告訴你，只要賭場24小時開，甭管賺還是賠，我都認。他內心最煎熬的是，為什麼今天賭場不開門？放到我們的交易中間非常簡單，高息經濟崩我認，崩完了下一次加槓桿我才有機會，我也認。但你不能什麼呢？高息還不崩。什麼時代？40年前。40年前平均的狀態實際上就是短期利率永遠高於長期經濟回報。這在經濟學中是什麼？有人會說通脹通縮，其實還有一個狀態大家並不喜歡，滯脹。這種狀態距離我們已經40年了，換句話說，全球已經40年沒太出現過這種情況了。但對不起，你們有沒有想過，現在或許來了。它導致的我們的所有投資完全不同。大家記住一點，如果短期資金低於長期回報，你記住一點，借更多的資金加上更高的槓桿。所以說這個斜率是什麼東西？在金融中間，這個斜率就是槓桿。資金越便宜，長期投資回報越穩定，借越便宜錢，買更高的高息資產，借更多。一旦倒過來，我就請問你，怎麼交易？銀行存款5點幾，投所有的資產回報只有3點幾，我就問你，大部分人會怎麼做？沒事，大膽說出來。其實你最直覺的理解就是金融的核心。你會把錢存銀行，沒錯吧？好，恭喜你是個很好的普通人員。現金也就是這個短期，不是說就指現金在銀行的才叫現金，叫現金奶牛。只要在當期能夠產生高息回報的資金或者資產都叫現金。那我舉個例子，比如說一個公司股息分10%，它算不算高息資產？它算不算高息現金？它每年都給你分，跟你銀行存到銀行每年拿5%息有區別？沒區別。所以說這個短期高於長期，從最直覺的理解就是資金應該放在現金上，但它從金融上叫放在現金類資產上。想想第一頁圖裡，為什麼巴菲特買那些公司？那些公司跟上面的現金奶牛 ETF 之間是什麼關係？為什麼我們會漲中國的特色社會主義估值？你真的以為就是證監會領導一句話說你們要去炒這個國有企業股，國有企業股就漲了嗎？對吧？國有企業股的核心是什麼？那我再問大家一句，科技創新是什麼？在這張圖上，科技創新是什麼？當資金成本非常低的時候，借便宜的錢，投高息的回報。好了，我們把例子拉回來。我的人生，單車變摩托，我在這兒。也就簡單講，這一把我是受益的，也就是09年6月份回國，就是因為這個原因。08年金融危機以後，美國把基準利率水平拉得非常低。到09年，你可以打電話問問你的匯豐私人銀行經理，你說，哥們兒，美元現在借貸利率多少？他馬上給你報個價格。那個時候深圳房價多少我不知道，因為我沒在深圳。那個時候我回來以後，我們就在北京。但北京房價我可以告訴你，亞運村周邊17500。中國在幹嘛？我當時回國目的根本不是說因為我要回國，對吧？我們家小兒子2008年出生了，所以大家往這兒一站，我可以告訴你，我們家大姑娘24了。我們家小兒子08年的，我們家小兒子08年出生以後，父母沒見，所以08年金融危機結束以後，我們正好開始休假，我就回到國內。回到國內以後，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銀行系統的，對吧？建行子弟加上這個匯裡的子弟，我們當時一聚會，我突然間得到了一個信息，你們回去可以翻翻2009年3月31號證監會第61號令。什麼信息？2009年的兩會期間，你們有沒有注意過中國的口號是什麼？做大做強金融，萬眾創業，萬眾創新。我沒錯嗎？我應該沒背錯。之後出來的小貸公司、擔保公司 P2P， 對吧？
一連串都是在这個大的宏觀背景下去搞。你們有沒有注意過當時中國居民槓桿率是多少？我看看這個 PPT 有沒有給我放，我忘了。這個 PPT 應該是後來換過的，我看一眼啊，沒放算了。這個回頭可以大家再翻一下。2009年，中国的老百姓處在一個第一個轉折點上。09年之前，在座的各位，廣深最簡單靠的就是出口、生產、加工、制造，踏踏實實的幹你的實體。09年之後，你真正應該獲得的只有2個收益，一個買房炒房，买房炒房，買更多的房，炒更多的房。第二個，投腾讯，投阿里，投万众創業，投萬人創新，就這2條路。在中國，你記住，有些路不是自然形成的，它在那個關鍵的節點上全是由政府这只無形的手在引導。2009年兩會這個口號一提出來，你一看中國居民部門屬於高儲蓄低槓桿，你知道人生的機會來了。那麼你猜我們回到國內，我大概在15年股災前的1周，我們撤到了隔壁香港，我在香港待了2年。他说副总是不是做空國內了，不敢回來了？我只能告訴你，沒有做空國內，但我確實撤出去了。16年就是重要的撤出時間點，為啥？09年國內幹什麼事情？美聯儲的大幅度降息，使得09年到10年單看美元借貸利差錯出了 3.5， 也就是說全球隱含的經濟增長大概是 3.5， 而美聯儲的基準利率是0。在座各位如果說做過貿易做過生意，我為啥告訴你說你不要把我當成經濟學家，你們幹過的我都幹過，你們沒幹過的我還幹過。那個時候你們有沒有發現美元借貸利率到底是多少？美元借貸利率0到 0.25， 銀行要加点手續費。如果你開一張美元信用證出去貼，你們會發現美元成本大概在2左右。有誰記得在2016年以前人民幣每年單邊升值多少？肯定是升值啊，7塊多一路的升到6塊多。但是你们有沒有算過每年單邊平均升值多少？我來告訴你答案，人民幣從金融危機以後一直到2016年，人民幣每年單邊升值 3%。 好了，有沒有發現一個問題？你找匯豐銀行 2% 借美金，然後換成人民幣，別去鎖什麼匯，對吧？客戶經理會告訴你，不鎖匯有匯率風險。但凡你懂，你都知道，只要產生這種利差，人民幣必單邊升值。人民幣單邊升值 3%， 你借貸美金單邊成本 2%。 請問這個時候你借貸美金拿到人民幣的時候，你的真實資金成本是多少？-1%。-1哦，啥意思？你這麼幹，啥也不幹的情況下，每年還掙1個點。那麼人民幣在09年投啥？算了，深圳的房價多少我就不說了，我確實不知道，沒在深圳買房，對吧？北上我都清楚，這兒不清楚。還有什麼東西更賺錢？你們有沒有想過，當年如果你有機會去參與股權投融資的話，你上市公司的股權能夠給你帶來多少溢價？有人光去想投資，但我可以告訴你，真正投資的精髓不是資產，是如何去負債，如何在時間點上去負債，負更多的債，如何去付更低的資金成本，然後右手才去考慮資產。很多人光想資產，你知道嗎？而不去考慮負債。一會兒可以跟大家簡单的講講巴菲特對日本的這個交易，你們馬上就明白什麼叫做真正的金融交易。09年借貸美金轉投人民幣，怎麼進來？你有合法的渠道進來，還有一個就是周小山行長講的熱錢。而在我們廣深這一片，尤其是東莞、佛山，大量的在做大宗商品貿易、進出口、轉口，深圳的水貝市場，大家在幹嘛？真正在做的都是在做貿易融資套利，套美金轉投人民幣資產。而人民幣資產，比如說房價為什麼能夠上漲，這個還用去解釋嗎？什麼供应需求、地段、人口，什麼什麼什麼教育資源，扯淡。房價上漲就一條，這個地方有沒有人進來？第二，這個地方進來的人能不能借更多的錢？就是居民部門槓桿率，首先得有居民，第二得有槓桿率。如果這倆都沒了，這個資產基本就到頭了。那這2年大家最關心的是啥呀？对吧？年輕同志們結婚生孩子，對吧？你不生這房價咋整啊？對吧？你不生，這過10年，按照這人口数字下去，這資產怎麼弄？對吧？第二，讓他們加槓桿。09年就是讓他們加槓桿扛着進去的。
現在的經濟為什麼差？我可以告訴你，還有人說刺激，咋刺激？09年能刺激，是因为所有的居民部门有儲蓄、穩定且低负債。现在是没儲蓄、不穩定，更重要的是睁眼全是債。簡单講，年輕人槓桿加不動，這才是最大的風險。所以說，現在全中國的房子非常簡單，核心城市、核心区域，除此之外都別碰。因為只有這個核心俩字才能带来人。現在因為槓桿不用再考慮了，槓桿加不上去了，所以你只有核心地區才能带來人。隔壁的香港在幹嘛？有才，歡迎你來，對吧？我們香港特首，對吧？前一段時間天天的在廣深在那晃蕩的，不就是邀請你們去嗎？但是你跟他說，你說我沒錢，我家裡也沒錢，我就是一個窮小子一個，那對不起，你別過來，對吧？你來我不要，對吧？因為我要你的根本是你有錢，你能接得住，你能加得住槓桿。5點幾的利率水平，全球如果是這種情況，你覺得香港的房子會怎麼樣？過去的1年，香港房子跌15%了，平均。為什麼招商引資引人才啊？对吧？深圳很快也會，我可以告訴你，對吧？以前拿個深圳貨物很難，很快就很容易了。人口留不住，全完蛋。我幾年前我就跟很多人說，我說中國很快就是那種的，鼓勵生2胎，鼓勵生3胎，鼓勵生4胎，生5個英雄的母親發獎章。沒辦法，這個人口是個大問題。當然，人口會有很多的解釋，但其中最核心的一個，我認為最核心的一個是，房價到達一定程度，人自然沒法生。隔壁的韓國如此，日本如此，中國亦如此。也就是可以從宏觀上去解釋一句話：槓桿率到達一定程度是要還債的。中國現在的大體情況是，未來的5到10年基本處在加完槓桿後還債的年代。低增長、低通脹、低利率，3低。而過去的30年，中國一直是高增長、高通脹、高利率。高和低之間差距是什麼？簡單講，槓桿率到一定程度自然就跌。隔壁日本就是到了極致，崩了，失去30年。但問題是在於，為什麼現在的利率水平反倒很高？尤其是美元。這裡邊就涉及到一個全球化的問題。記不記得前面我們第一張圖的右下角的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全球化時代，老美獲得的是低通脹、低利率，中國獲得的是高通脹、高利率。這個通脹和利率究竟是什麼？你記住一點，通脹和利率指的是社會大部分人的情況。老美出現的叫低增長，老美出现的低增長、低通脹、低利率，意味着美国大部分居民是處在我們說收入增長20年、30年不增長的一種狀態。中國處在20、30年高通脹、高利率、高增長的時候，實際上意味着過去20年，我黨講的一句話是對的，中國老百姓的日子過得越來越好了，這句話沒毛病。但這句話其實少了後半句，中國富人的日子過得更好了。前半句沒毛病，後半句加上老美的底層老百姓過得並不好，但老美的富人更好了。富人靠槓桿，記住一點，富人靠槓桿，靠金融資產，窮人才靠勞動力。所以我們一直教育孩子們說，雙手能致富其實大。我只能哼哼啊，但按照我們這行，我們不認為雙手能致富。這也是大家為什麼老想讓孩子們去學金融的核心啊，去学金融的核心。想去理解这个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带来的结果。好了，不講那麼複雜，一個故事告訴大家。如果你身邊有朋友20年前或者30年前賣了深圳的房子移民了，我告訴你，他絕對後悔。因為他移出去以後，如果不是他移出去馬上就進入到美國的中上產階級，而是移出去是低產階級，必須靠着生孩子、培養孩子，讓孩子考哈佛、考這個耶魯，然後去當律師、當醫生，擠進中產階級的話，如果單就他這個階層移出去，在20年前或30年前甚至40年前，基本就是美國底層。大部分的人會幹嘛呢？開中餐館，沒毛病吧？然後就會出現網上的那個段子：30年辛辛苦苦的開中餐館，
賺來的錢回到了深圳，發现掙的钱還買不回來他原來的房子。這個段子都聽過吧？其實這個段子就是標準的全球化的結果。在全球化的過程中，記住，美國居民保持的是最低的生存权利（括弧美国底层人民），他的收入是不增長。從1982年開始，美國的數字是多少呢？平均薪資增速3%，金字塔的底層25%和頂层25%的薪資性收入差是1%，啥意思呢？平均3%的薪资收入增长，再減去1%的社會階層差，底層25%的美國居民，也就是中國人過去開中餐館的這批人，薪資性收入僅僅是2%。大家會發現這個2%是什麼？正好就是美國通脹水平。啥意思呢？你可以理解，這美國的底層居民過去的20-30年，薪資扣掉通脹是不增長的。你可以問問現在的年輕人，如果薪資20年不增长，你看他们会怎麼樣？但是你们有沒有想過，全球化可以保證底層薪資不增長的時候，小日子過得很好？為什麼？20多年前索羅斯寫那本《列寧術》的時候，他就給大家解釋過這個話題，他叫中國龐大的順差去補償了美國底層居民。比如舉個例子，我的薪資2萬不動美金，哇！但是呢，中國生產的筆記本電腦從5000美金幹到了1000美金，我的購買力怎麼樣？增強了，這就是龐大的中國出口。第二，中國出口的商品繞一圈轉回來，變成中國的外匯儲備。中國的外匯儲備買的是什麼？買的是美債。美債用於什麼了？美債用於2件事：打仗，給底層居民補醫療和教育。所以你就會發現，如果你做美國的底層居民的話，出現了什麼情況呢？收入沒增長，但中國供應的商品的購買力減弱了，這個購買力讓我增強了。同時，中國大量的順差和外匯儲備補償了我的教育和醫療。我呢，作為一個普通的老百姓來講，我可以接受薪資不增長。好了，08年的金融危機之後，我們所有的世界都是在這兒到這兒開始變。08年為什麼有次貸危機？我可以告訴你，美國的居民在2000年之前都不知道什麼叫做炒房。在2000年的這長達20年的時間裡，82年到2002年這20年時間裡，美國真正發家致富的都是看明白了這套遊戲。一旦底層居民薪資收入不增長，我們教科書裡學的貨幣銀行學、中央銀行雙目標制將失效。也就是說，中央銀行將永遠不用去考慮薪資通脹，只需要去考慮經濟。此時就會產生我們現在這個模型，什麼意思呢？經濟不行就降息，經濟不行就降息，經濟不行就降息。既然經濟不行你就降息，那作為我來講，每一次經濟不行的時候，就借更多的美元，買更多的美國金融性資產，我將獲得更富裕的年代。在82年，美國金融監管放開了一個重要的法案，在英國叫撒切爾夫人，不是撒切爾夫人之後搞的美國撒切爾夫人搞的這個金融大爆炸，在美國就是82年金融自由化。啥意思啊？如果舉個例子，我是監管部門，我把银行管得死死的，我讓銀行不許給你們加槓桿，就算來了這樣的機會，你也沒有財富效應。但如果我此時告訴銀行金融監管，你們可以去創造各種各樣的金融衍生產品，去給居民部门加槓桿。舉個例子，房貸可以變成18種花樣，而且括弧合規。當利率一來的時候，我們所有人就全用上。其實二戰後真正的金融黃金年代是82年到2022年，整整40年。到了02年的时候，美國居民部门突然间反应過來，原來富人不是靠着勞動掙錢的，富人得去炒金融資產。02年小布什一句話，你們得做起美國夢來。什麼意思啊？美國夢，手上沒有股票，沒有金融資產，沒有房子，哪能叫美國夢啊？的問題是在於，這幫窮人的美國夢是最可怕的，因為他收入不增長，還借了更多的房貸。你現在能跟送這個跑腿的外賣小哥跟他講，你應該做中國夢，那個南山的3000萬的豪宅，你應該去買它，對吧？沒事兒，我借槓桿給你，你敢這麼做嗎？但美國那02年到08年的這種做法，結果就是08年崩掉了。但崩掉以後，美國的底層人民非常的麻煩，還了15年的債。從08年到現在，美國居民部門一直在去槓桿還債。但是你知道，一個人收入不增長，然後呢，這個還要不停的還債，他最終會轉成什麼？歐美有2樣東西會讓整個社會顛覆的。
法國人民會有一個東西叫上街游行大革命，不行拖拉机開到凱旋門，馬克龍下台。美國人民有一個重要的東西是什麼？老百姓的小日子過得不爽，他有一个選票，他的選票會轉化成什麼？特朗普。08年讓美國居民的夢破裂的直接結果就是，我要麼民粹，要麼你補償我。補償只有一個方法，提高他的薪資收入。你以為真的是像宏觀經濟上在跟你講說，因為這場疫情導致供應鏈，導致這個勞動力市場結構這個發生了變化？不，那都不是核心。真正的核心是，當居民部門還了12年、15年債以後，這部分人不想還了。你要麼就是更多的補償給我，要麼就是給我加薪。目前美國出現的就一個結果，底層通脹，頂層通縮。這個1年半2年了，知道美國現在誰最慘嗎？美國西海岸硅谷、洛杉磯、舊金山的富人，這15年是他們加了槓桿。08年後的這漫長的15年，創造了我們近乎200年以來全世界最低的資金年代，它也創造了全世界幾乎是最大的資產 bubble。 這個資產是什麼？比如97年、98年、99年、00年，你會想到互聯網泡沫。那這場資產是什麼？前幾年炒貨幣嗎？你們知道為什麼會出現虛擬性貨幣？別跟我講技術，我跟你講的是真正的社會。如果這麼龐大的流動性，這麼便宜的資金衝向了實物資產，什麼叫實物資產呢？糧食、房子，這些能夠看得着的實物資產，如果去衝擊進去，啥意思？這個價格一旦失控，我們離戰爭就不遠了。但是虛擬資產有個好處，它僅僅消滅富人財富。什麼叫做美國底層居民通脹，頂層居民通縮呀？知道什麼叫共同富裕嗎？知道什麼叫做殺富濟貧嗎？知道 K 字形社會貧富差距到了一定程度的時候，整個社會需要怎麼去彌補嗎？你們看到的硅谷銀行，我跟他們說，我說對不起啊，兄弟，窮人你都沒有資格到硅谷銀行開戶啊，25萬美金起啊，對吧？然後你們可以想想西海岸的這幫我們叫美國新貴。美國現在我告訴你，準確說叫做窮人日子很好，富人日子很難受。括弧富人中間是老錢收割新錢。老錢是什麼呢？華盛頓、紐約、休斯頓。新錢就是硅谷、洛杉磯。新錢靠的是什麼？科技、技術、創新？不，你們的財富到底來自於什麼？到底來自於什麼？是金融資產給予你們成幾何倍數的額外回報。你創造一個東西帶來的社會價值可能只創造了1萬塊，但是金融市場給予你200倍、300倍、500倍的估值，你一次性在你的人生中間兑付了幾百年的收益。這就是我們的金融市場。當利率水平過低的時候，它會使得所有資產的估值極高，而科技作為主要的推動力，會自然而然的迎來一場高估值的泡沫。我幹一級市場投公司，我可以告訴你，估值泡沫出現的時候，那特徵都是一樣的。先從一級市场開始。前幾年的時候，記不記得美國出現過什麼情況？有個項目很逗的，搞一集裝箱，然後呢 PPT 是這麼寫的：我們主打的是熱騰騰的現烤披薩送到你們家門口。我們說那你怎麼送到呢？我們找個大貨車拉個集裝箱，裡邊就是那披薩爐。當你下單的時候，我们的車根據你的定位就去你們家門口，在你們家門口現做，而且還是不接觸性的送餐。我說咋不接觸的？我們集裝箱上頭有個無人機，把這披薩盒一夾到你家門口，嘣落下來。融資多少錢？15億美金起，投嗎？不投。為啥？估值泡沫的時候就是一句話，狗都可以融到錢，這是非常可怕。一級市場只要出現這種情況，離二級市場泡沫就不遠。因為大家如果經歷過00年互聯網泡沫，你就知道什麼叫做狗都能融到錢的時候，距離泡沫就不遠。其實我們國內的一級市場在過去的10年也經歷了同樣的過程。那麼你現在看到海外的互聯網大廠裁員，你看到國內的深圳科技公司也開始裁員，那是什麼情況？非常簡單啊，要過寒冬了，要過寒冬了。而這場泡沫破裂以後，美國現在是居民部门日子過很好，而居民部门是什麼？居民部门就是一個短期利率。我的薪資增長7%，我的銀行存款5%，我就請問你憑什麼不開心？
大家会经常講一句話，叫哎呀，這個利率如果高的話，你的經濟是不行的。有沒有這種感覺啊？哎，我就請問你，在座各位，如果幹實體經濟的話，咱們中國實體經濟最好的時候，利率水平多少？有印象吗？那房地產资产回報最好的时候，那小贷公司、担保公司2分、2分5，你們借不借啊？有人借吗？有的是人借。所以记住一点，別太拿利率當回事兒。我告訴你，有很多人的利益是建立在利率和資產價格上的，所以对于他来講，他永遠會告訴你一件事：經濟不行就降息，經濟不行就降息。但是事實上，我們的世界證明了一點，經濟行不行跟利率不一定有關係。經濟行的時候是可以承受高利率的，經濟不行的时候，你就像日本把利率降到負都沒用，就這麼簡單。舉個例子，假設現在你要賣到深圳的房子移民美國行不行呢？如果按照國家的意願呢，我會告訴你，我不會給你們這種建議，但你們自己想想行還是不行。世界是在变动的，這40年結束以後的邏輯是什麼？好了，這是美國，它代表着全球的流動性。那中國現在什麼情況？中國非常簡單，高債務、高槓桿。如果轉型不能成功，但你記住點，這個轉型絕對不是指深圳。深圳科創你就搞到天上去，你拉動整個社會的經濟遠着呢。技術的進步只有轉化成全民生產率，才能拉動所有人，否則僅僅拉動的是一小撮人。那會導致中國現在什麼情況呢？中國現在相反是低增長、低通脹、低利率，而這3低的背後是一高槓桿。我們所有的產能有一種情況可以讓我們避開這種所謂的內卷型的環境，就是走出去。美國有沒有那個年代呢？有。美國在60年代到70年代到80年代這個高滯脹的這種狀態下，美國的企業依舊獲得的不是盈利的增長，它獲得的是市場份額的擴大，不是盈利率的增長，是市場份額的擴大。中國現在所有的企業非常簡单，會內卷的，會卷得一塌糊塗、稀里糊塗的。原因很簡單，市場只有國內了。2018年開始的中美貿易戰逆全球化，鬼佬就是要把我們踢出去。這個我從18年中美貿易戰開打之後，我就跟你說，不是貿易，不是科技，不是技術，是全面的逆全球化脫鈎。所以我們很多人可能會做，你離不開我。這個年頭，結婚50年還能離婚的，有誰離不開誰呀？無非就是離開的時候怎麼重構的問題，重構付出的代價和過程，你願不願意接受的問題。中國現在必須要走出去，因为不走出去，我們所有的產能過去的20-30年是給全世界做配套的。如果不走出去，單憑我們國內的居民部門，而我們國內居民部門中還是出現了一個問題，大部分的90後、95後是在縮的，他們是在降低欲望的，他們是在減少消費升級的。就是中國，我可以告訴大家，比如說國內的消費品啊，你們記住一點，可能高端消費永遠是那些 LV、GUCCI、Prada 給富人的，但是中國過去的10年還投了一波叫中產階級消費，沒錯吧？但是中產階級消費的終結的節點是中產階級的槓桿，中產階級的槓桿達到一定程度，中產階級消費就會停擺，我們會進入一個很典型的低欲望社會。就年輕人開始想明白了，不結婚挺好，不生孩子挺好，這個不買房也不錯，這個手機呢也不用換嘛，這個還是可以用的嘛。然後這個對吧，蜜雪冰城的咖啡雖然難喝點，但是還可以嘛，沒必要去喝星巴克嘛。這個時候注意，一旦到了這個程度，中國會迅速出現這種情況。你們如果仔細的跟現在比較窮的年輕人打交道，你們就會發現，你跟富2代、富3代打交道看不出來的。所以中國現在也是典型的 K 字形，知道嗎？所以說你看到所有數據的時候，千萬別把它當成全面性。比如很多人会看到銀行儲蓄存款多少多少多少，千萬別把它當成是所有人的。你存2億，人家存10塊錢，一平均人家是富豪了呢。這玩意兒能用平均值嗎？中國也是在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巨大的 K 字形社會。好了，那會帶來一個什麼結果？注意哦，我們在去年11月份出現了40年第一次打破這樣的一個區間範圍，這個很重要，因為意味着過去40年的遊戲結束，現金遠遠地甩開了長期經濟增長。也就是說，你現在拿現金和去投任何實體、投任何產業，你們會發現
單憑無風險利差上就差出了150，所有的資金會在全世界瘋狂搜挖現金性資產，高股息類的公司，且不受經濟低迷影響的公司就是好公司。巴菲特已經教过大家了，最好的公司是什么？经济好也好，经济壞也好，我這是剛需。那我問大家，比如說最近大概幾個月，你們有沒有發現在炒中草藥啊？為啥炒中草藥？你看你要符合幾個特徵哦，經濟好也好，經濟壞也好，剛性需求，不管你用也好，你不用也好，我都能漲價。然後經濟好也好，經濟壞也好，我永遠都能賺錢。這類公司有嗎？在座各位，你們的手機的某一樣服務就是刚需。什麼東西？你今天虧了，你今天挣了，我就請問你，你會不交你的200塊錢的話費嗎？受經濟影響嗎？跟我們討論的宏觀經濟有任何毛關係嗎？他唯一怕的是什麼？假設現在深圳有500家通讯公司，那就完蛋了，我們就受益了，沒錯吧？如果深圳就3家公司，你們會發现他們會打價格戰嗎？所以巴菲特在買的是什麼？你们可以看看美國的现金奶牛 ETF 的配置，现金奶牛 ETF 的配置，看看都是啥？能源、醫藥、金融，啥意思？這些行業標準的符合這幾個特徵。買它，你到底想獲得什麼？你不是想獲得股價的漲或者跌，你想獲得一樣東西，知道是什麼嗎？股息率。它就是典型的現金類資產。舉個例子，右側埃克森美孚啊，這是埃克森美孚的幾個財務數據疊加。你們會發現，第一種情況就是很多普通老百姓會理解的。巴菲特買埃克森美孚、買西方石油就是賭油價上漲。好了，來吧，我把全世界最重要的埃克森美孚和 BP 給你們拉出來，你們就会發現一個問題，這是2002年，注意哦，這是02年以前的82年到02年。然後你們會發現02年中國入市這個價格上漲，對吧？是不是按照你的理由來說，哇，油價上漲，氣價上漲，它的股價就應該好。結果你們發現，從02年到2022年的20年裡，它的油價是橫盤的股價，有沒有？埃克森美孚、BP 都一樣，它的股價上漲最好的時候是什麼呢？恰恰是低油價，經濟差，沒有中國入市，漲了20年。是不是顛覆了你的投資認知？其實吧，有些道理很簡單，很簡單，很簡單。啥是好公司？巴菲特這麼多年白教育大家，啥叫好公司？但我可以告訴大家哦，20年前學巴菲特是不對的。20年前應該投馬雲、馬化騰，加槓桿買房子。但從去年11月份開始，我們所有人的下半輩子的投資，注意非常簡單。抄巴菲特作業，斷定你什麼？這個可能大家並不知道。過去的40年投資回報中間，只有40%源自於經濟增長。啥意思呢？全球過去40年掙100塊錢，只有40塊錢來自於你們理解中的經濟增長帶來的回報，有60塊錢是來自於低利率加槓桿的投資回報。所以這個世界有2個投資人，一個叫長期價值投資回報，就獲得經濟增長帶來的貼現；另外一個就是獲得利率波動帶來的加槓桿。房子，準確說，典型的就是槓桿性資產。如果房住不炒，那理論上它是沒有價格波動的。所以說，過去我只能说我的上半輩子是投機加槓桿。所以說，你們但凡幹過的投機的活，我都幹。一級市場股權投融資，對吧？二級市場上炒這種科技類的公司，炒股票沒毛病。用我的話說，我都不 care 人工智能是啥，我只 care 是別人 care 不 care。而且我還能再告訴一個大家，過去的幾年你們炒的科技類的可以炒上2年3年，從這兒開始起以後的各種各樣科技性的故事，我不知道是啥故事。今年是蹦了一個 ChatGPT AI， 明年還不一定是個啥的。當然了，我只想說一句，當你聽到今年 AI 的時候，你們還記得去年大鳴湖畔的元宇宙嗎？你們還記得10年前的互聯網加萬物嗎？一會兒我再給你們講一個秘密。
當然了，前一段時間我去參加了人工智能大會以後，我發現，都是去年來聽元宇宙的那批人啊。當然，对於我來講，我 C++ 都沒學會，所以我去參加大會，我可以告訴你，我不是在聽代碼，我是在觀察人。那好了，我只想告訴大家，过去几年全球利率低，咱们可以你炒一波，咱们給90後，90後炒一波給95後，95後炒一波給00後，然後全球流動性一收，咱把00後掛到高位上。你知道為什麼是80後傳給90後，90後傳給95後，95後傳給00後嗎？越年輕的越信技術，他們認為技術能改變世界，結果世界會殘酷的教育你。技術能不能改變世界？能，但絕對不是炒技術，炒技術改變不了世界啊！炒技術改變不了世界。我們現在你知道會存在什麼問題嗎？從去年11月份，這個所有的主題性投資只能這樣炒，而不能這樣炒，因為非常簡單。當你想給90後的時候，你發現90後的元宇宙還沒解套呢，手上沒錢，90後借不來更多的錢。這個周期會非常短，迅速炒，迅速落，迅速炒，迅速落，因為大環境是沒有錢。有人說了，人民幣現在利率這麼低，為什麼會沒有錢呢？你注意哦，所有的科技型投資不是跟着人民幣利率走。我怎麼給你解釋呢？我就請問你，今年炒 ChatGPT 是不是因為海外先有了這個東西，國內跟風的？那我再問你，元宇宙是不是當年海外有了這個東西跟風的？有人說新能源不是，新能源真的不是嗎？沒有特斯拉，有你後邊的嗎？中國在技術方面採取的戰略是摸着石頭過河，跟隨黑貓白貓逮着老鼠就行。所以我們會出現一種情況，海外有個熱點我們馬上跟，海外有個熱點我們馬上跟。那問題就來了，你的估值怎麼定價？做過一級市场投資的，是不是嘴上就經常會掛有這麼一句話，我投資某家企業的時候，我的對標物是美國某某某企業，美股某某某企業。美股最強大的地方是把所有創新的 top 級的領軍人物均以美元定價，導致的一個結果就是它定價所有估值水平。中國只有一種情況，人民幣會對資產估值有影響，就是當什麼時候我們在美國投資一家企業的時候，我們說我們投資一家企業的對標物是在中國上市的中国某家企業的估值，當你能做到這一點的時候，人民幣就定價。所以說你知道前年2021年11月份美聯儲開始加息，我們全球的利率開始徹底翻轉，你就會發現這張圖上的回報率迅速的翻到了上面。這張圖上所有黑色回報均來自於資金、利率、槓桿、估值。也就是說，你投一家騰訊的這家企業，你真正拿到的錢中間只有40%是由騰訊實際價值獲得的，而那60%是來自於全社會低利率、高槓桿、願意以高價接你的股票來獲得。但是這個時代在發生變化，我們將轉入到去槓桿的真實投資回報。比如說，你可能會發現蘋果還會漲，但是它漲的邏輯、節奏、價格、幅度將完全跟過去不一樣。過去你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獲得很快的財富，就是因為有槓桿、有低利率。以後你只能慢慢的像巴菲特一樣去熬這個企業的成長，熬這個企業的盈利。當然還有一類就是現金類的這個投資。一個好企業，注意哦，不光是你能掙錢，你還要跟大家分錢。所以從股東角度評價一個好企業非常簡單，不是光能掙錢的企業才叫好企業，掙錢不分，對吧？像國內某企業家講的，我5年不給你分紅，你能把我咋地？那這種企業就不是好企業。掙錢分錢，經濟不好的時候還繼續掙錢，這就是它的壟斷性。所以你們會發現，別瞧不起老錢，老錢投的上游都是你吃喝拉撒離不開的東西。經濟好也好，經濟壞也好， iPhone 手機可以不用，飯不能不吃。所以你知道科技為什麼有的時候跟老錢之間的巨大差距就是什么？離了科技，比如說今天這個陨石撞地球了，對吧？全世界全部癱瘓了，離開了所有的科技，人類真正爭奪的就是明天早上有啥能吃。所以科技是改變人類世界，但並不決定人類世界。所以老錢壟斷的將是所有
上游。你能离开通讯吗？你能离开水吗？你能离开電嗎？這些公共事業哪個你能離得開？煤油氣你哪個能離得開？別瞧不上它，它大部分時間它是周期性的，但一旦經濟進入到滯脹狀態，它就是現金。所以我一直跟強調經濟不好手握現金或者手握现金類資產。然後這個公司怎麼能夠加大股東的收益呢？我不一定要靠掙更多的錢，經濟不好的時候我少花就可以帶動。所以你們會發現數據裡邊有個非常重要的數據，就是這個黃色線。這個黃色線叫資本支出對現金流的拉動。啥意思呢？一家公司少花錢的同時還能夠保證繼續掙這麼多錢，同時還跟大家分，這就是好公司。科技型公司最差的地方你知道是什麼嗎？為什麼要依賴於金融市场？花錢多，看不到掙錢。如果沒有金融市场，科技進步確實會慢，因為誰偷啊？但是高估值破裂以後，你得轉向，能不能減少資本支出，掙到錢，還給股東掙錢？如果不能，你的價格會非常的低。那麼能源公司可以怎麼做呢？能源公司的做法就是削減資本支出。所以你们可以看看，像這個埃克森美孚，它可以從14年、15年看到全球經濟增長放緩了以後，它通過大幅度的削減資本支出來抬高它的自由現金流，來加大它對股東的分紅。此時記住一點，它不是能源公司，它是現金奶牛。那你猜我們的國有企業是什麼？注意看這邊，這邊就是國有企業到去年的時候和我們的無風險利率。也不用太啊。現在人民幣銀行存款利率按照10年期國債去衡量 2.7， 你突然間發現從16年以后国有企業的股息率從3抬到了快接近6。當然了，你知道為什麼2016年之後國有企業股息率太高了？知道16年一個重大的事情是什麼嗎？供給側改革。供給側改革改的是啥？我們改革開放之後，煤炭、電力很多行業都是允許民營企業介入的，對不對？到現在為止，我就請問你大家，這上游還有民營企業嗎？供給側改革，知道在1998年就搞過，朱鎔基總理那個時候劉歡唱了一首歌，那個時候地攤擺燒烤很熱，造就了錦州燒烤，不是現在造就的淄博燒烤。當年劉歡唱的那首歌叫心若在，夢就在，大不了從頭再來。98年搞過供給側改革的目標，就是在上游去掉過剩產能，保住國有企業。2016年幹的供給側改革是一模一樣的，使得國有企業利潤得以恢復到跟經濟正常水平。然後2020年，國資委要求國有企業加大股息分紅比例，一次性從4抬到了將近5.5。你們以為中特估行情今年啟動了嗎？中特估行情漲2年了，漲2年了。那為什麼前面你們看不上呢？因為前面你們都在炒新能源。用我的話說，如果新能源的投資回報率有 15%， 国有企業有 5%， 無風險利率有 3%， 你借錢買啥？你借錢肯定是借 3% 的資金買 15% 的回報。其實這個例子特別簡單，如果深圳的房價每年 20% 上漲，我就請問在座的各位，你們誰還幹企業？資產是要比較的。從去年2021年11月份殺到去年11月份，我們唯一一個在過去10年扶持出來的賽道正式轉入市場化，那麼預期和盈利大幅度的放緩，它會導致一個結果，它的回報率急速下降。然後大家會發現一點，你還有別的可投資的嗎？有沒有？如果你發現沒有任何投資回報，突然間一抬眼發現，借 3% 不到的資金去套那個 6% 的息，是不是個很好的生意？這就造就了一波行情上漲。那我在這兒出一個考題，什麼時候你會不這麼做？假設銀行資金還是3，什麼情況下你會去不買這個現金？這事兒不複雜呀，它的存款利率5點幾的時候，你肯定去買吧。比如說現在假設匯豐銀行存款只有3，某某银行现在說啊，我高息攔住，我存款6，我估計你還不得把錢從這邊搬這邊去啊。但是假設 A 銀行、B 銀行、C 銀行都是3點幾，你挪哪兒都不一樣，那我就請問你，你開始拼啥了？汇豐银行服務好，此处是廣告啊。
然後你就會發現，那我就批服務嘍，批額外的这個收益嘍。那你知道上2周这个數字降到多少了嗎？上2周這個數字降到了 4.3%， 無風險利率是 2.8%， 股息回報 4.3%。但是你要注意哦，雖然都是現金，但一個是無風險無波動債券，另外一個可是波動性的股票，所以此處應該加上一個什麼呢？叫股票波動率隱含成本，大概多少呢？1個點。你把它加回去，你會發現，你銀行存款跟股息接近了。那我就請問你，你還買嗎？那你都不買，你覺得大的資金誰會去買？有誰指望着國有企業未來5年增長10倍的？大家只是把它當成現金在套利。那麼未來能不能讓它再進一步上漲呢？可以，國企再進一步的分更多，分更多，分更多。但是問題就來了，海外的企業，美國的現金奶牛 ETF 靠的都是什麼？美國的現金奶牛 ETF 靠的全部是，注意哦，現金奶牛 ETF 靠的全部是股東會，也就是说股東願意把錢，董事會願意把錢分給股東。國有企業，你們聽過這句話沒？黨委會大於董事會。如果你聽過這句話，你就知道，你有權利投票讓他多分嗎？誰來決定他多分？書記，不是董事長啊，當然了，除非董事長兼書記。西方不是。好了，這就回到最後一個問題，日本。日本的商社跟中國國有企業本質是一樣的，但它不是黨組織，它是家庭組織，大於董事會。日本的企業也經常會說一句，這是我稻盛和夫的，這不是董事會的。那你猜巴菲特去幹嘛？我來告訴你們秘密，這個答案。巴菲特去了以後，在酒店裡會見了5大商社的所有的高管和家族的人員，就談了一個事兒：你是現金奶牛，因為他控制了全球的上游。所以在經濟不好的時候，日本的5大商社就是中國的國有企業，也是美國的能源企業、上游企業，大家都一樣，能掙錢，有利潤，然後有大量的自由現金流。他唯一的問題是公司治理，就是他不一定願意給你分。那巴菲特去就談了一件事，你分不分？我現在快到5了，你不分，我就把公司買成我的。然後日本人談的是，巴菲特先生，你別把我控制，我願意分錢給你。哦，是嗎？是的。好，成交。這就是你看到的答案。那麼你猜猜，如果換成我們換成我們中國的某家企業買到日本這個某家商社的5%，然後去跟人家談，人家會秒我們門菜。說句不好聽的，日本人還是2顆原子彈被炸怕了。巴菲特真正去就是談這件事情，要麼我把你買了，把錢分掉，要麼你老老實實把錢分了，我不控制。2人談完成交，日本現金奶牛出現。所以全世界全在搜刮短期高股息現金，中國也一樣。原理嘛，很簡單，就回到了剛才我們開篇的那個原理裡啊，那個利率裡。所以說，時代變了，這種情況有可能會持續很多年。那在這兒呢，送大家一個小 tips。15年前剛回國，我教會了很多人如何拿貿易公司借美金買國內的人民幣資產，買房地產，買股票，投股權。現在我告訴大家，未來的5年甚至10年，真正的遊戲是如何借低息買高息。美元不便宜了，但美元的高息依舊很吸引。那麼問題就來了，誰是低息？巴菲特幹了一件事情，買了日本的這些高股息的資產，但在日本發行了無抵押擔保的日元債券。啥意思呢？巴菲特1毛錢沒掏，是用日本人的儲蓄以極低的利率水平借貸回來，買了日本人的資產，還強迫日本人分了高股息分紅。你們不都講收割嗎？這才是資本真正的收割。這要放到中國，那就叫野蠻人了。野蠻人嘛，基本上最後會被幹掉的。在中國，最大的不是資本。你要麼也能這麼幹，要麼你再想想，人民幣會變成低增長、低通脹、低利率，啥意思？
美元如果一直維持高通脹、高利率的話，人民幣一定是貶值的，不是升值，是貶。而倒過来的交易，借人民幣轉高息資產，這個高息資產可以是人民幣裡邊不多有的高息資產，也可以是全球範圍內的高股息现金奶牛。你會發現，這就又生成了類似於15年前的套利资本流动和交易機會。品品，仔細品品。